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明明开会开了2个小时，每个人都讲得很认真，气氛也很热烈，可是最后走出会议室，脑袋只有一个感觉，更乱了。有人一直讲数据，有人拼命泼冷水，有人突然丢出天马行空的点子，有人则脸色难看，却什么都不说。你回去之后想想，其实不是大家不聪明，而是大家根本没有站在同一个思考角度上。这本书6顶思考帽就是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1. 为什么我们的思考这么容易混乱？6顶思考帽的作者爱德华·德波诺被誉为创意思考之父。他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察：人类思考最大的问题不是愚蠢，而是混乱。但我们思考一件事时，脑袋里其实同时发生很多事情。我们在想事实和数据，同时也在担心风险，又偷偷希望事情成功，还夹杂着个人的情绪。偶尔灵光一闪，冒出新点子，还要判断整体方向对不对。这些东西全挤在一起，就像同时丢6颗球在空中，最后不是接不住，而是手忙脚乱。德波诺提出的解法很简单，但非常有力量，一次只处理一种思考方向，这就是6顶思考帽的核心精神。2. 什么是6顶思考帽？作者用6种颜色的帽子代表6种不同的思考方式。当你戴上某一顶帽子，你就只允许自己用那一种方式思考。这不是角色扮演，而是一种刻意的专注。我帮你用最白话的方式整理。白帽，事实与数据。白色代表中立，戴上白帽，你只问：目前我们知道什么？缺什么资料？不评论，不猜测，不带情绪，就像一台电脑，只处理资讯。红帽，情绪与直觉。红色代表情感，戴上红帽，你可以说：我直觉觉得这个案子有风险，我对这个方案很兴奋，我其实有点不安。重点是不用解释理由，因为情绪本来就存在，只是我们平常假装它不存在。黑帽，风险与问题。黑帽是批判性思考，这样做会不会违法？预算够吗？市场真的需要吗？黑帽的价值在于保命，它帮助我们避免犯下致命错误。但书里也提醒，黑帽不能戴太久，否则整个团队会陷入悲观。黄帽，价值与好处。黄色代表阳光，这件事的潜在价值是什么？对谁有好处？长远可能带来什么成果？黄帽其实比黑帽更难，因为人天生对风险敏感，对价值却常常视而不见。成功的企业家往往就是黄帽高手。绿帽，创意与可能性。绿色代表生长，有没有替代方案？如果反过来做呢？可不可以用在别的领域？绿帽允许疯狂、跳脱、实验。很多人以为创意是天赋，但德波诺说，创意是刻意花时间去想出不同可能。蓝帽，管理思考本身。蓝帽是思考的思考，它负责设定会议目标，安排顺序，控制时间，做总结。蓝帽就像指挥家，没有蓝帽，其他帽子会乱成一团。3. 这套方法厉害在哪里？书里提到一个关键概念：平行思考。传统会议是对抗式的，你讲优点，我讲缺点，
你说值得做，我说风险太高，大家站在不同角度争论。6顶思考帽让所有人同时站在同一角度。例如，现在是黑帽时间，全体一起找风险；下一阶段是黄帽时间，全体一起找优点。这样的思考不是对抗，而是集体补充。很多企业实际使用后，会议时间缩短1半以上，因为不再绕圈争辩。4. 我的读后体会，这其实是一种成熟的思考方式。读完这本书，我有3个很深的感受。第一，他教我不要同时想太多事。我以前思考问题时很容易卡住，一边想创意，一边又担心失败，还没开始做就先被风险吓退。后来我试着刻意分阶段思考，先戴黄帽，这件事的价值是什么？再戴黑帽，风险在哪？最后戴绿帽，如何解决风险？我发现焦虑感明显下降，因为我不再让不同思维互相打架。第二，它让我更理解别人。有些人天生黑帽型，有些人永远在黄帽，有些人情绪很强烈。以前我会觉得对方难搞，现在我会想，他只是戴着不同帽子。这种理解会让冲突变小。第三，它其实是一种思维多样性的训练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思考偏好，有人习惯批判，有人习惯乐观，有人理性，有人感性。6顶思考帽强迫我们离开舒适区。黑帽型的人要练习黄帽，理性的人要练习红帽，保守的人要练习绿帽。这就像替大脑装上6个镜头。5. 实际怎么用？你不用每次都用6顶，几个简单情境分享给你。做重大决策，蓝、白、黄、黑、绿、红、蓝。评估新点子，黄、黑、绿。情绪卡住时，红、白、蓝。个人练习，例如用黄帽想和公婆同住的25个好处，这会逼你看到不同角度。德波诺说，练习就像健身，不用一次完美，但要刻意。6. 最后总结，6顶思考帽真正给我们的是实满。它不是要你变得更聪明，而是让你更有秩序的聪明。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，而是思考太混乱。6顶思考帽像是一张导航地图，它不帮你决定终点，但它让你不会迷路。读完这本书，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记住6种颜色，而是学会一件事：当思考混乱时，不要急着找答案，先问自己，我现在戴的是哪一顶帽子？如果你最近开会很累，思考常卡住，或在人际讨论中常常对不上频率，也许你缺的不是能力，而是一顶帽子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不妨试着在下一次讨论中刻意戴上一顶帽子看看，也许你会发现，思考真的可以变得清晰又有趣。